大家好，我是文文爱佳，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记录我和家人在加拿大生活学习的点点滴滴。今天这期视频是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位来加拿大陪读妈妈遭遇电话诈骗的真实案例，可以说几乎是倾家荡产，损失惨重，发人深省。在做这期视频之前，我也思考了很久，要不要讲出来，因为就是发生在我身边前几个月的真实案例，而且整个过程还有点匪夷所思。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还都对这位陪读妈妈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不可思议。所谓一系列事情，首先就是她能真正落入电话诈骗者的圈套，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次，就是以这位陪读妈妈的这个身家背景、实际情况，为什么会选择带娃出国留学，选择做陪读妈妈的这条路，到今天我都不能理解。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朋友能够有所思考，从中得到一些警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概在10个月前，当时我还在加拿大的一所 college 学习，我们班一共有29位同学，一水儿的都是女性，她们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其中中国人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说同样的母语，我们自然关系比较紧密。在上理论课时，我们都是坐在一起的同桌同学。为了描述方便，下面我会称我的这位 college 同学及朋友为 C 同学。有一段时间，我看到 C 同学总是在我们当天课程开始之前呢，到教室外面或者人少的地方，用中文长时间的打电话。通话之后，也或多或少的会表现出担忧和不安的情绪。起初呢，我没太在意，后来看他多次这样，也跟着有点担心，于是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看是否有什么事，我能否帮忙一类的。随着 C 同学的描述，我知道了此次事件的主人公，这位陪读妈妈的前半部分的大概情况。每当想起这位陪读妈妈的事情，在我的脑海中都会一直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以下呢，我会称这位陪读妈妈为 W 妈妈。W 妈妈来自中国北方省份的一个3、4线城市，她有2个女孩，大女儿读高中，大概是高1，如果在加拿大应该是10年级。小女儿刚刚4、5岁，还未到正式上学，是上幼儿园的年龄。W 妈妈大概是40多，接近50岁的年龄，婚姻状态不详，有可能是离异。那么这位妈妈在中国时的工作是一名公务员，在我们眼中很好的单位，在单位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单位还分了房子。我一直不是很明白，接下来这位妈妈的操作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是什么样的脑回路，让 W 妈妈做出了带2个小孩来加拿大上学的决定，并且还辞了职，卖掉了自己和孩子安身立命的唯一一套房产。这是单位分房，卖掉房产和之前积蓄加起来不超过100万人民币。接下来，他为大女儿办理了加拿大的留学签证，为小女儿和自己办理了 visitor 访客签证。因为加拿大的中学国际留学生学费也并不便宜，每年大概要15000加币，合人民币大概是8万元左右。我们是按照5.35的汇率。
其他的还有监护人的费用，每年大概要2000加币，还有就是学生的保险，大概600至800加币不等。我们算合计的这个费用14000人民币左右。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根据学校不同也有所不同，比如校服、校车等等。但林林总总，这些固定要花的至少是10万人民币。这些还未算其他的住宿、生活费以及交通费、通讯费等等等等，应该加起来在20万人民币左右。这些还是很节约的生活费，还得精打细算着。我举一个例子，我女儿的好友也是，他们高中的国际留学生。一次，他妈妈告诉我，他家2个孩子在加拿大留学，小女儿高中，大儿子呢是上大学，校外租房，有一辆车，妈妈有时会过来陪一段时间。那么2个孩子一年的费用是100万人民币。所以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那么 W 妈妈呢是给大女儿办理了学习签证，给小女儿办理了同她一样的 visitor 访客签证。但是在加拿大呢，小朋友3岁以后也都要到学校接受学前教育，也就是我们国内的幼儿园或者是学前班，加拿大叫 kindergarten。幼儿园和小学是在一起的，等到6岁的时候呢，9月份开学就可以读小学1年级了。Kindergarten 幼儿园的国际留学生同小学生的学费是一样的，和高中相差不多，我们也算15000加币每年，保险费和监护人等都是相同的费用，算下来不加生活费、学费也是要10万人民币。在这里我要打一个问号，不给小女儿办留学签，她在不能接受任何教育和学语言的情况下被带到了加拿大，那么小女儿接下来的路要如何走呢？这些就是整个事情的一个大背景。W 妈妈通过微信和我的这位 college C 同学取得了联系。当 C 同学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W 妈妈和她的小女儿已经来到加拿大多伦多了。他们当时应该是来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唐人街租了一个房子的房间，和别人是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费用价格每月是800加币。当时 C 同学也算是被惊到了，因为 W 妈妈和他虽是高中同学，但是同年级不同班，彼此总只是认识但并不熟悉，且高中毕业之后2人就再无见过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高中同学 W 妈居然通过其他同学联络到这位移民定居加拿大多年的 C 同学。在这里我也不得不感叹一下微信功能的强大。我想任谁都会吓一跳吧，况且 W 妈妈这波神操作，让对加拿大生活比较熟悉和了解的 C 同学也感到不可理解和隐隐的担忧。前面我们提到了 W 妈妈此次只带小女儿来了多伦多，不是来陪读的吗？陪的是大女儿啊，那大女儿为什么没来呢？原来大女儿的留学签证第一次申请被拒签了。如果对此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加拿大留学签证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难申请的，甚至比美国严格。关于资金担保一项，要追溯到你的资产和存款很多年以前的历史。作为 W 妈妈，她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产，在国内她也没有任何不动产和资产，
仅用账户上不足100万的金额，几十万的人民币来申请，而且这笔钱应该还是近期存入的。W 妈也辞职了，无收入来源，所以签证中心未通过学签审批也是可以理解的。W 妈妈只能通过中介再补充资料，重新给大女儿2次申请加拿大的学签。至于能否顺利下签，一切都是未知的。在这种一切未果的情况下， W 妈居然带着小女儿先来加拿大了，说等大女儿学签拿到后再自己飞过来。这是什么操作？我的朋友 C 同学真的被惊到了，我听说后也是惊讶的几乎说不出话。W 妈想法是接下来找一份工作，之所以选择住在唐人街，应该是有人告诉她那里好找工作的吧。但问题是，她几乎一句英语不能说，又没有加拿大工作签证，她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呢？是可以打黑工，比如饭店洗碗、超市包菜或者打扫卫生一类的。但对于黑工，每小时薪水应该也就是8至12加币左右。薪水呢极低，而且真的是又脏又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女儿4、5岁，根据加拿大安省的法律规定，12岁以下儿童是不能单独在家的，必须要有监管人。另外，大女儿学签最终能否通过，谁又能保证呢？基于以上几点，我和 C 同学都替 W 妈妈担忧不已，捏了一把汗，同时也质疑她的一系列操作和决定。但事已至此，该帮还是得帮，所以接下来 C 同学和他先生向 W 妈妈提供了很多帮助，一直在积极地帮她联系及处理一些事情。过了几周， C 同学有天突然和我说，他的高中同学 W 妈妈好像失联了，打电话一直不接，不知是什么情况。我当时安慰他说，应该没什么事儿，可能刚好他那边有事儿，回头他会主动联系你的，你别太担心。因为我们 college 学业我们的学习是临近毕业，学业任务非常繁重，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再加上 C 同学家里呢还有上小学和幼儿园的2个小女儿，真的是忙得不要不要的。又过了些天，有天上学， C 同学突然和我说，他的那位高中同学 W 妈联系他了，他那边出事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很急切地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前段时间 W 妈妈有天去超市购物后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男士说中文普通话，自称是加拿大的警察，给他打电话是因为他的护照被人盗用了，在中国国内进行了诈骗，现在有人报案，需要核实一些情况。如果处理不当，他会受到法律制裁，并且被加拿大驱逐出境。接下来，这位所谓的加拿大警察一步步地通过电话将 W 妈妈牢牢地控制住，并且不允许她外出，不允许她接打任何除这位警察以外的电话，包括朋友的电话，也不能和国内的朋友家人视频。说到这里，我想您应该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一系列操作都是骗子的惯用手法和伎俩。但当时的 W 妈已经深陷其中，被彻底的洗脑，并被精神控制。下面的事情就是程序化的了。电话骗子说要让 W 先归还被他护照诈骗者的这些损失，等以后找到真正的罪犯再将钱还给他等等。W 妈妈按照这位
警察所说，分两笔将自己在国内全部存款，几乎全部存款打到了几个小银行的账户。据说那也是他几乎全部的身家财产了。再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不用想，应该都知道了。电话中的警察再未联络过，打过去也居然成了空号。此时此刻 ，W 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感觉好像被骗了，赶紧给 C 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C 同学又再次被惊到了，这么明显且赤裸裸的诈骗，咋就一步步被套牢，能真的上钩了呢？哎，而且经济损失这么严重，以后该咋办呢？C 同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马上安排他先生开车过去陪 W 妈妈报警立案，全程充当翻译，协助办理相关事情。W 妈一直哭个不停，期间还要死要活的。C 同学通过电话一直开导安慰，即使报了案，钱基本上也是追不回来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我和 C 同学也无法，只是让 C 劝 W 妈尽快带小女儿回国。但据说 W 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回国了，因为工作辞了，房子也卖了，周边人也知道他带孩子出国，他来陪读了，现在这样根本就无法回去，家里老人也承受不了。况且大女儿因为知道要出国留学，国内也已经好久不去上学了。哎，我也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不回去又该怎么办呢？没身份，没钱，一位中年妈妈独自带一个4、5岁的小孩在加拿大，说白了，在这边哪天都离不开钱。知道此事后，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上学时，我带了200加币现金给 C 同学，让他周末去看 W 妈时帮我带给他。能帮一点儿是一点儿，都是当妈的人，又都是中国同胞，我希望能尽一点点力。我让 C 同学不用提到我，就说是他给的，不想给别人增加心理负担。C 同学很感动，一直拒绝，不好意思收。但我执意坚持，态度非常坚决，他便替 W 妈收下了。周末去看 W 妈时 ，C 同学给买了很多生活用品和食物，自己又添了一些钱，包括我给的200加币，一起给了 W 妈妈。W 妈妈除了哭诉，还是坚决不回国，说回不去了。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始末。据多伦多警方说，最近一段时间，犯罪分子盯上了很多第一次入境加拿大的访客，诈骗事件频出。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多加注意。如果有必要，也请您提醒认识的人或朋友。也奉劝很多朋友，在做人生的重大决定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以免出现问题，误人误己，悔不晚矣。